我们从林子开了大概2个半小时，终于到这里。雷根斯堡，这里也是白水先生他的作品之一。然后来到这个私房景点，就会看到周边都有他的一些，就是很明显的特色建筑。这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作品了。对，它是倾斜的，然后都是马赛克花。这个啊，就是白水先生他的作品的餐厅之一，然后里面你就会看到，它就是一个户外的空间，然后有它一个最特别的，像霍尔的移动城堡。它后面是酿酒的，这边是啤酒花园。对，走过来的时候你就会闻到很浓的味道哦。带你进来看。相信在荧幕前面的你也有闻到啤酒香了吧？那我们现在要离开，要直接去纽伦堡啦，因为这边过去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。对，我们就慢慢开过去。待会见喽。现在在纽伦堡的旧城区，可以看到后面那一个大城堡。然后这边呢，很多饭店可以跟很多景点。游客也很多。纽伦堡的早餐。然后他们一鼻子都会有这种自制的松饼、果汁、优格，还有咖啡机，还有柠檬片呢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休息站啊，它的厕所都是男女生可以一起。高速公路休息站有分要钱跟免钱的。对，这个一样是免钱，然后它这个啊，就是按这边就是可以冲水，然后最酷的是这个，它的洗手台啊、烘干啊，然后跟肥皂啊，都是在这个里面，厕所这个空间的里面。这个就是肥皂，这个就是洗手的，这个就是烘干的，然后外面都没有，就单独一间。来，今天要来开箱我伫个罗腾堡的住宿。然后我们今天入住的是355号房，然后旁边的话就是小小的衣帽间，然后跟这个桌子，然后它的浴室是洗手台是额外在外面的，然后床的话它也是分开2张单人床，旁边都有一个床头柜，然后它的浴室超级无敌迷你，这是马桶，这是洗澡的，可是它。然后我们对面就是中央车站，其实蛮方便的。
罗腾堡的中央车站，然后嘛是无冷气、无冰箱、无热水壶。好 ，OK， 我等下要洗洗啊。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罗腾堡的城堡，从1370年的时间建造起来，在1380年的时候完工，它保留的很好，有一些地方看出去都有不同的风格，然后包含这边，在这里拍照也蛮有趣的。伊遮的招牌和萨尔斯堡同款，拢有保留这种锻铁制造的这种招牌，足有特色，而且伊遮是足水的，有保留因这个小镇的文化。罗腾堡这个城镇真的是很可爱呢，这圣诞节一定足有气氛呢。然后这个广场都多人在遛狗的，各种狗都有，好像是在上什么课，训练课程。这个古水的小镇，啊，形容翕袂生。真的呢，从那一头，从头拍到尾，还不腻。对，还在拍。而且真的很可爱的童话小镇。对，我跟我老公说，我可以住在这里。来，今摆恁看到的，这就是一只招牌的地标，这是因为福音教堂外口的一个知名雕像。啊，多好咧讲种。啊，你看伊的镜头叫蒙家呢，刚好这只叫蒙家呢，啊个只，这个应该是伊的金箍棒啊。罗腾堡的知名景点，然后福音教堂的整个外观。这里就是罗腾堡必拍的明信片的一个景点。我们等到这个时候，已经太阳准备要下山了，人才比较少。现在就晚上8点多了。对，然后晚上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景色。这边的建筑物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有特色，然后也比较传统一点，然后也是他们巴伐利亚的那种风格。现在是罗腾堡的晚上9点45分，
这边已经是晚上的明信片景点。现在天色才慢慢的暗下来，我们从5点多等到现在，就是为了要拍这个晚上的景色去了。可是然后走回去的路上，其实很多橱窗都展示得很漂亮。都点灯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们这边应该是蛮流行这种木造的胡桃钱娃娃啊，或者是一些乐器啊、音乐盒之类的，因为都很精致。在罗腾堡的早餐，其实都差不多都这样，大同小异。这里有提供比较多茶类、咖啡机。今天到海德堡，海德堡这个伊比斯有卖酒，太方便了。啊无，因这超市拢伤早关门啊，拢根本就爱赶伫8点钟就爱去买物件。啊嘛有一寡零食做袂冰。现在在海德堡的Ibis Hotel 228号房，这边是相对蛮迷你的，最迷你的Ibis，2张单人床合在一起，然后这边大概就是一个人这样子的距离，就是电视跟一个柜，它连衣柜都没有，只有衣架，全身镜。然后你看这个浴室，它就是要集结所有的马桶、洗手台跟淋浴间，然后还有一个对外窗，第一次看到有对外窗的浴室。然后这是它外面的景色，隔壁就是中央车站，还有麦当劳，还有一间咖啡厅。然后大小就大概你看到一眼望去这样。啊，要是来小气的吧，就是暖风机。那等下我们要去旧城区逛一下啦。嗯哼，再跟你们介绍这个城市哦，拜。咱今嘛伫海德堡的旧城区，然后现在天气也放晴了，很多个咧落毛毛雨。噔噔噔噔！各位，我们回来慕尼黑 Harry 的家，回来这边很开心，因为我们住了10个不一样的饭店，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这边是我们觉得第1名的住宿。这3晚啊，我们都是入住307号房。
再好好跟你们介绍一下。我真的觉得这间饭店蛮推荐的。第一，地点方便，因为旁边就是地铁站，然后下面楼下就有一间到8点的超市街，这边有个全身镜。对。然后额外啊，他们这个独立的空间啊，我们住了10间不一样的住宿啊，它的空间真的是算够大。你如果有看我们的 YouTube 的影片，你就知道我们开箱其他间的有多小。然后右边就是本寿。厕所的话也比前几天的都大，因为它还可以好好的站着淋浴，干湿分离。然后他们德国、欧洲的饭店都不会附备品，所以基本上都要自己带。对，建议你们还是自己带啦，因为毕竟就是环保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心心念念的热水壶终于出现。热水壶，跟你讲，你要在欧洲饭店看到热水壶太难了。然后它的插座也够多，然后这有一个小桌子可以让你办公吃饭。我们信箱是2个32寸的。对，然后还有沙发可以用在这里，都还有空间。一个双人床。对。然后它两边都会有附插头，那个很符合现代人要睡前滑手机的习惯。然后你看这边也有冷气啦，超赞的。有一些饭店是连冷气都没对，其实蛮多间没有冷气的。总之，这一间是目前我们2个心目中评分最高的，所以有机会如果来慕尼黑住宿，你们也是要讲求，就是到各处去都方便，然后吃的也便利的话，这一间真的推荐给你们。Harry 的家。那我们现在去隔壁超市买酒回来喝啦。拜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饭店隔壁进来的超级市场。对，它在2楼。然后超大间的。对，有点像台湾的家乐福，可以生鲜。他们的蔬果、南美超好吃。各类生鲜、蔬果、饮料，什么都有。你喜欢这个让我杯啦。对。你这边看到的就是，它有坚果，然后类似像。那是面吧？面条，对。这巧克力耶，腰果、核桃。然后称完。自己称。结账。然后酒。调理食品。对啊，就是像家乐福的概念。然后卖各种的 cheese， 然后各种肠类。哎，可以有 barbecue 哎，就是买回去一样可以自己烤的。它都帮你腌制好了，然后也串好了。对，而且看起来很干净。看起来就好食的呢，美味しい。